他们会不会上网解释？老头子问道。他不懂网络，但他知道大孙子放到网上去的博文都是编的，不是事实。他担心两个孙女解释清楚了，到最后呢，他们依旧拿不到钱，还会丢脸。谁信他们呀？我们请了那么多水军带节奏，不停的爆料，他们一冒头就会被愤怒的网友们骂死。海老太说道：志明，你用奶奶的手机再打电话给海童，如果他不想被骂死，就送钱过来。海玲嫁了人，估计没多少钱，就咬死海童，让他出钱，叫他拿60万过来，你就把你写的那篇什么文删了，否则让他身败名裂，嫁都嫁不出去。爷爷，我们不要主动打，等他们主动来联系我们，这样才能达到目的。海志明想着热搜的事，总会逼得两个堂妹主动联系他们的。老头子想了想，觉得也对，这件事谁主动谁就输。海老太想了想说道：你们用的相片可能让人无法认出他们来，那是10几年前的相片了。上次看到海玲的时候，那死丫头是越来越像他妈，海童倒是像极他爸。海志明无奈的道：我们唯一的一张相片就是这张了，他们长大后都不与我们联系啊，哪来的相片啊？女大18变，两个堂妹长大后的变化是挺大的。这排名怎么往下掉了？海志明看到热搜排名开始往下掉，隔几分钟刷新一下，就往下掉几名，眼看就要掉出热搜榜了。他忙打电话给朋友，那得到的一个结果却是让海志明无可奈何。怎么回事啊？海老头关心地问道。热搜排名掉了，是不是海童他们解释清楚了？听大孙子说，上了热搜后呢，网上也有些人替那对姐妹俩说话的，一看就知道是认识那对姐妹俩的。不是，是原本就压在我们前面的那条热搜，不满我们这一篇博文分走了网友的注意力。打压我们那条热搜是管城首富占少宇伤势千金的八卦新闻，是商小飞出手了。他好不容易和战印一起上热搜，结果却被一条不孝孙女的热搜紧咬着不放。他一怒之下就让人帮忙把海家花钱买的热搜压下去。商大小姐出手，很快海家买的那条热搜就被压下去了。海志明只得求助媒体朋友们帮他转发，增加阅读量，扩大影响范围。然后海童夫妻俩晚上才回到市区。先吃饭吧，战印温和地道，找个地方吃了饭再去你姐家里也行。经过今天一整天的相处，关着战印办事，海童不知不觉间就把他当成了依靠，值得信赖啊。他既有心机手段，亦有体贴入微，很注意地照顾着他的心情，也不会让他饿着渴着。战印带海童去了一家颇为高级的餐厅，夫妻俩挑了张临窗的桌子坐下来。刚点好菜，战印的手机便响了起来，是奶奶打来的。阿印，你和彤彤在一起吧。彤彤手机关机了吧？你把手机给他，让他听听电话哈。战印默默地把手机递给海童。很多网友不停地发信息或者打电话给海童，把海童的手机折腾得没电了。他也得了个清静，就是想关心他的人也无法联系上他。谁？奶奶。海童忙接过手机。奶奶。海童呀，奶奶这里刚通网，现在才知道你遇到了点麻烦，怎么样？需要帮忙吗？尽管跟战印说他在职场摸爬打滚多年，认识的人很多是大老总，处理这种事情那是得心应手啊，容易过吃饭。你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你们是夫妻，那小子要是连这点小事情都不帮你，等他回来我揍他。战奶奶的确是刚知道这件事，主要是热搜影响不够大，又被战印和商小飞的八卦新闻打压着，后来都下了热搜，就靠自媒体人的转发，影响力暂时还是有限的。老人家还是从二孙子那里知道他的宝贝孙媳妇被老家人欺负呢。奶奶，我没事，你也说这是一点小麻烦，我能处理好。不过战印也帮了我不少忙，今天一整天都在陪着我。闻言，老太太笑道，算那小子有点良心及担当，心里却想着海童老是遇到麻烦，自家孙子经常帮着海童解决麻烦，那夫妻俩相处的时间长了，肯定会相互爱上对方的，这是培养感情的最好机会啊！
孙子会发现海童的自强不息是多么的吸引人，海童会发现他孙子冷漠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细腻的心。他呀，就等着小夫妻俩成为真正的夫妻，然后他抱曾孙。当然，面上老太太不会那样说。关心了海童一番后，老太太就挂了电话，连跟自家孙子多说一句话都没有。战印对于自家奶奶的偏心已经习以为常，老人家盼孙女没有盼到，便把孙媳妇当成珍珠，宝贝得不得了。也是只有一个孙媳妇，他老人家现在才宠着海童，等他老人家的孙子都结婚了，孙媳妇一下子便多起来，估计就不会再偏爱着海童了吧。饭后，战印送海童去了海玲的家，周红林还没有回来，发信息告诉海玲，他今晚要应酬，可能很晚才会回来，让海玲不用等他，带孩子先睡。海玲现在也不指望丈夫能帮她安慰她了，她就是惦记着妹妹。看到妹妹夫妻俩过来了，海玲松口气，问道：童童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回老家一趟，收集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证据。姐，你还好吧？海玲嗯着，我这几年在家里带娃，几乎与社会脱了节，没什么交际，倒是影响不大，把手机号码一换，便安静了。我关注了热搜，很快就下了，就是那博文又在朋友圈、公众号转发。有以前的工友在某些公众号看到转发给我看，问我那是不是说的我们姐妹俩。海童心里冒火，哼，那些人还真是无耻，哼，吃定了他是吧？姐，你把你的日记本拿出来，该我们上场了。对了，姐，你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吗？有没有后续什么的？海玲说道，有后续说他们得到了好心网友们的帮助，奶奶已经住进了医院，医院也定好了做手术的日期。那些网友骂我们骂得很厉害，说我们是白眼狼，爷爷奶奶含辛茹苦养大我们，现在我们有出息了，就不孝顺老人，连老人家生病住院，我们都不去探望，说我们无情无义，对不起老人家，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母。海玲在家里翻看了一天的评论，越看越气愤。提及父母，她更恨。父母活着的时候，比叔叔伯伯们更孝顺爷爷奶奶，可是父母一死，爷爷奶奶是怎么对他们的？姐，不要去看那些键盘侠说什么，他们不明真相，见风便是雨，被利用了还不自知，以为自己多么的正义，多么的有善心，却不知道他们就是别人手里的棋子，用来伤害无辜的人。网络上的事情经常有反转的，海童看得多了。这个时候战意温沉的开口，他说道：海童，你奶奶根本不是在网友的帮忙下住院的，他们自己挂的号，交了定金，住进医院准备手术的，网上那些后续都是胡编乱造。姐妹俩都看向他。战印解释了一句，我陪你回老家的时候，在服务区打过电话，拜托与我们公司有生意来往的一位苏总帮忙调查了一下，他告诉我，你爷爷奶奶那边好得很，你叔叔伯伯、堂兄弟们都住进了离医院不远的酒店里，他们这样做无非就是想逼着你们出钱。老天爷的确不长眼，让那一大家子都混得风生水起的，钱有了，良心却没了。15年前欺负一对孤女，15年后继续联手欺负兄弟留下的一对孤女，这些人简直是毫无人性可言。海玲恨恨地道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钱。海童深深地看了战印片刻，便安慰着姐姐，姐别生气了，早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品性的人，现在我就整理好你的日记，回击他们。战印适时地说道，我也认识不少干媒体这一行的，他们怎么对你们，我们就怎么还给他们。他还会扩大影响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大家子是怎样的无情无义之人。海童的那些堂兄弟们不是混得很好吗？他倒想看看经过这一件事之后，他们的前途是否还能顺风顺水，不把他们都打压得破产，对不起他战印的狠辣之名。海童开始写博文，整理证据，把姐姐的日记拍下来，连同那些证据一起发到微博上去。很快，不孝孙女回应热议这条微博在战印的操纵之下冲上了热搜，还力压他和商小飞的八卦新闻牢牢地霸占住了八卦热搜榜首。海童的日记记录的都是当年的事实，
她那时候15岁，文笔稚嫩，但骤失双亲，又被亲戚们强势地瓜分父母的死亡赔偿款，姐妹俩尝尽人情冷暖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伤、愤怒、绝望、无可奈何。海童翻看着姐姐的日记，忆起过往，泪如雨下。爷爷奶奶他们为了多分钱，与外公外婆舅舅他们吵得不可开交，他们谁都想多分点。没有人关心我们姐妹俩，也没有人说要领养照顾我们。我的爸爸妈妈都死了，他们只想着分钱，丝毫不顾及我们姐妹俩的感受。这就是亲人吗？爸爸妈妈，你们快回来吧，你知道你们的女儿正在遭受什么吗？你们为什么那么狠心啊？抛下我和妹妹不管了？下雨了，是老天爷都在怜惜我和妹妹没有了爸爸妈妈吗？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。我叫爸爸，他不会再应我；我叫妈妈，他也听不见了。看着妹妹那懵懂的样子，我哭，她也哭。妹妹总是问我，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她想爸爸妈妈了。我搂着妹妹哭，告诉她，爸爸妈妈再也回不来了，他们去了天国。丢下我和妹妹，我们成了孤儿，成了没有爸妈的孩子。爷爷奶奶为了多要钱，说只要分给他们60万，以后他们生不用我姐妹俩养，死不用我们姐妹俩葬，也是他们儿孙满堂，他们不用担心养老送终之事。他们只想要钱，钱比亲情重要，钱比孙女儿更重要吗？那笔钱可是他们的儿子儿媳用命换来的呀，他们这样闹着要钱，考虑过儿子儿媳的感受吗？我爸妈都死了，他们根本不用考虑死人的感受，他们终究是拿到了钱。爷爷奶奶分走了60万元，外公外婆觉得他们不能吃亏，也要分走余下的60万元，我爸妈用命换来的赔偿款，他们都拿走了，我和妹妹以后怎么办？还是村长伯伯看不过眼，坚持要给我姐妹俩留下一笔钱，保证我们以后的生活以及上学所需。最后外公他们分走了40万元，也说了同样的话，生不用我们养，死不用我们葬，妈妈本就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。用40万元买断了妈妈与他们的情分。爷爷奶奶用手臂粗的棍子无情地打在我和妹妹的身上，他们要赶我们走，说爸爸妈妈走了，留下的房子就是给他们养老的。我哭着争辩，那是我爸妈建的房子呀，为什么不让我姐妹俩住了？村里的人都很同情我们姐妹俩，可是他们吵不过我奶奶，我那些叔叔伯伯，堂兄弟们也都帮着我爷爷奶奶，骂那些同情我们的村民，骂他们多管闲事。我和妹妹的东西都被扔在地上，他们还砸碎了我妈遗像的镜框，扬言我们再不滚蛋，就把我爸妈的遗像一把火烧了。又下雨了，雨很大，我抱着父母的遗像，牵着妹妹的手，背着我们简单的行李，冒着大雨，一步三回头，终究是离开了。我和妹妹还是个孩子，我们斗不过他们那些大人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和妹妹没用了，连我们的家都保不住了。网友们看着海玲的日记，想象着那画面，不少人底下评论看哭了。还有那个村民们为海童姐妹俩说的话，纷纷指责海家人太过分。网友们才知道他们先前是被欺骗了，那所谓的爷爷奶奶压根儿就没有含辛茹苦的抚养孙女成人，更没有出钱出力供书教学，反而在儿子儿媳意外去世后分走一大笔的赔偿款。海童把姐姐的日记放到微博上，回应不孝孙女这条热搜。除了姐姐的日记，还有她回老家收集到的证据，证明2位老人家生活很好，有几十万存款，老人家的儿女们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富豪。战印记起那天陪妻子来姐姐家的半路上，海童接到爷爷打来的电话，老人家说话中气十足，他的行车记录仪应该有录到老人家说的话，他去查看，还真录了下来。海童便把与爷爷的通话录音都一并放到了网上去，之后便不再管网友们怎么炸锅，怎样愤怒了。战印让苏南调查到海家人的资料，他没有让海童放到网上去，而是交给苏南去操作，以网友的身份来扒出海家儿孙目前的工作以及收入情况。一开始不孝孙女这条博文在网上的热度有多高，现在网友们就有多愤怒。原本都在骂海童姐妹俩不孝的，
都跑去骂发了不孝孙女这条博文的作者。风向突变，让海志明的那些干媒体的朋友们赶紧删除了公众号的文章，怕被愤怒的网友们骂死。姐，没事的了，你不用再担心，他们不会再来找我们要钱，真来找也是向我们道歉，求我们高抬贵手。海童安慰着姐姐，我就是被他们恶心到了。海玲抱着已经睡着的儿子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公道自在人心，相信老天爷会还我们一个公道的。彤彤，你和战印在外面也跑了一天，累了吧？赶紧回去休息。姐，你抱洋洋回房里睡吧。等姐姐把外甥抱回房里又出来后，海童夫妻俩才跟姐姐道了晚安，离开了姐姐的家。在外面跑了一天，海童也真的累了，不过到家后他还是体贴地问了战印，哦，战先生，你要吃宵夜吗？我给你做吧。患难见真情，他遇到麻烦时看战印的表现啊，能看出这个男人是值得他托付终身的。就是夫妻俩还没有培养出感情来，再加上那半年之约如鲠在喉，让他对夫妻俩的未来没有多大信心。撇开感情不说，战印帮了他那么多，又陪着他共度难关，他也该好好的报答他。我不饿。战印婉拒了，黑眸瞅着他看了片刻，温沉的道，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晚安。夫妻俩共道晚安，战印先回房，海童站在原地看着他回房后便关上了房门。落锁的声音依旧传来，他自嘲地笑了笑，他们之间现在就是比陌生人稍好一点。他帮他，那是他暂时身为他丈夫的担当，再无其他。海童没有马上回房，他去了阳台，坐在秋千椅上，看看阳台上的花，看看点缀黑色苍穹的星星，平复了心情，他才起身回房里。小夫妻俩的夜晚是安静宁和的，医院那边的海家人却遭遇到了网络的暴风雨。他们先带给海童姐妹俩的网络暴风雨对姐妹俩的影响倒是不算大，但海童的回应热议呢，不仅有海玲当年写下的日记还原当年的真相，还有村民的寻音证明，连村委会都回应了，称海童所言属实。他们的工作、收入、住房等情况都被神通广大的网友爬出来，住着自建小别墅，有着体面的工作，年收入最少都有几十万，多得过百万。不说他们年轻一辈，仅是2位老人家的存款都还有几十万。明明他们的条件那么好了，老人家患病却要让2个孙女支付医院药费。特别是海老头与海童的通话被曝光后，网友们骂声一片，合着自己的钱舍不得花，却想道德绑架孙女，让孙女出钱，儿孙满堂。个个都有本事，为什么不让儿女出钱呀？孙女隔了一辈的，更何况当初瓜分人家父母死亡赔偿金时签了协议的。生不用养，死不用葬，现在还好意思道德绑架让孙女出钱？听听录音，那个当爷爷的说的还是人话吗？居然还要让孙女给报销他们一般人的来回车费，就油钱还要给钱他们住酒店去自己的父母生病住院，难道不是身为儿女们的责任吗？孙儿女孝顺的话，出点钱出点力也合情合理吧，干嘛非咬着2个孙女不放？不让孙子出1分钱就算了，还要孙女报销孙子的车费、油钱、给住宿费，这是重男轻女吧？那个叫海志文的还是商事集团旗下分公司的高管呢？这种人品恶劣的人，商事居然敢请呀！网友们扒出海家儿孙的工作收入后，海童的2堂哥海志文被骂得最凶。他被骂得最凶一点也不冤，因为不孝孙女的博文就是他让小秘书按他的意思编写的。还有人了商事集团的官网，底下一堆留言让商事集团把海志文开除的。那2个死丫头，他这是想害死我的儿孙，死丫头，我要去找他们算账。混账东西，不孝孙女，自己奶奶生病了，叫他们拿点钱怎么了？不来看一眼，不给钱，还不许我们骂2句了。海老头在病房里不停地骂着海童姐妹俩，海老太太也附和着老头子，她恨不得马上初一找到2个孙女，骂上3天3夜的。他们的儿女全都来了医院，挤在病房里讨论怎么办。海志明更是焦头烂额，还被朋友们抱怨说他颠倒黑白，连累了他们。
有好几个朋友都说要和他断绝关系，因为他的人品太差了。志明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海志明的父亲问道。爸都看了那些评论，全是骂我们一家人的。那些网友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把我们的工作、收入都扒出来了。志明，其他的可以不管，但志文的工作一定要保住呀。那些可恶的网友居然还去商事集团官网底下留言，说要开除志文。海志文还没有赶来医院，他工作忙啊，有事都是与堂哥联系的。事情出现了反转后，海志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请水军帮他们一大家子洗地，更想花钱把海童的回应热搜压下去。怪的是，却是怎么都压不下去。请的水军帮他们洗地，一洗就遭到愤怒的网友们围攻，水军的洗地帖都被骂声淹没了。海童的二伯跟侄儿说到，志文的工作最重要，要是因此害得志文丢掉了工作。海二伯没有再说下去，看海志明的眼神多了点责怪。用微博热搜来道德绑架海童姐妹俩，是海志明的意思。二叔，志文在那公司经营那么多年，深得他公司总部的信任，不会因为这一点事情就丢掉工作的。到时候我澄清一下，这件事与志文无关的就可以了。海志明是做个体生意的，他觉得网络上的事情影响不到他做生意。海二伯听了侄儿的话，略放下心来，同时也打电话给儿子，让儿子上网解释一下这件事，他不知情，免得被连累的失去工作。那两个死丫头也太狠了点儿吧！海大伯骂道：“不给钱就不给钱了，何必对我们赶尽杀绝？现在弄得我们灰头土脸的。”先前他们发不孝孙女的博文，虽说也上了热搜，但影响还不够大。现在海童一回应，影响却很大，他们陆陆续续接到很多亲朋戚友打来的电话了，还有很多陌生人打电话骂他们的。海童姐妹俩有没有遭受到网暴，他们不知道，但他们现在却是实实在在的遭受到了网暴。网上骂声一片，还有人跑到医院来骂他们，要不是医院的保安把那些人赶走了，否则报警处理，他们一家子可能会被愤怒的网友围攻呢，还会被砸鸡蛋啊！一直不说话的海家小姑姑说话了，她说道：“你们要那样做的时候，我就不赞成的。10几年前，爸妈和海玲他们签了协议的，说好了生不用他们养，死不用他们葬的。现在妈一生病，你们就连成一条心逼人家拿钱。爸妈又不是没有儿女了，我们都还活得好好的呢，妈生病了，这本是我们当儿女的责任，非要逼着海玲姐妹俩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都还会咬人呢。海玲姐妹俩可不是兔子啊！3年前你们去要彩礼的事不记得了？从我三哥三嫂走后，你们是怎么对海玲姐妹俩的？心里没点数啊？以为凭着你们写篇博文，颠倒黑白就能道德绑架要到钱了？你们也不想想，他们一旦反击，是你们损失大还是他们损失大？他们就姐妹俩，我们却是一大群人，所有人都不说话，要钱的时候自是一条心啊！现在遭到反噬了，就你怨我，我怨你。良久，海老头问道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他也有点后悔打电话给海童了，谁想到那个死丫头会有录音，看看能不能联系上海童，让他把博文删了呗，否则影响越来越大，我们所有人都讨不到好处，还会损失惨重。志明，你联系一下那个死丫头吧，让她删了博文，大不了你奶奶治病的钱不用他们出了。海老头想得很简单。海志明无奈的道：“他早就把我的号码拉黑了。”默了默后，他说道：“我再写一篇博文，以爷爷奶奶的名义向海童他们道歉，然后打亲情牌，说爷爷奶奶知道当年错了，现在后悔了，年纪又大了，更得了绝症，想见孙女，才会用那种极端的偏激的手段，想让我向他们道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就算当年签了协议，难道我就不是他们的亲奶奶了？亲奶奶生病了，他们不该来看看，不该给点钱我看病。”海老太不肯低头：“你们不要去看网上的评论不就行了？那些网友还能把我们都吃了。他老人家在村子里呢，就是以泼辣出名的，向来强势，从不肯低头。他坚持不让儿孙们低头道歉什么的，就是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了。”
海童不知道老家人这个夜晚是怎么度过的，他倒是睡了个安稳觉。就是临到天亮时，梦到了父母，他叫着爸妈，伸手想拉住父母的手，却拉了个空。醒来时，发现泪水已经渗湿了枕巾。怔怔地看着天花板良久，海童才坐起来，抽了2张纸巾擦了擦腮边的泪痕，自言自语着：“爸妈，你们是不是知道女儿被欺负了？放心，我和姐姐已经不是15年前的孩子了，他们休想再拿捏我们。”他又拿起手机，昨晚睡觉之前，他把手机调为静音，一看有无数通未接来电，也有很多未读短信。他看了看未接来电，都是陌生号码，猜到是海家人打过来的短信。他随意点开2条来看，无非就是要求他删了博文的，还说什么他们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身上都流着海家的血，他这样做未必有着赶尽杀绝之嫌呢。叫他删了博文，就不再与他计较，奶奶治病的钱也不用他出了。他要是有良心的，就去医院看看奶奶，也算是报答了爷爷奶奶之恩。海童懒得再看这些短信了。那些人还觉得他们有理，是他做的太过分，说他赶尽杀绝，也不想想是谁先挑起的是非。如果他不是证据充分，姐妹俩就是被他们赶尽杀绝了。未曾施恩，然后也好意思叫他们报答恩情，他都不知道他们对他姐妹俩有什么恩情。报答他们当年分走他父母死亡赔偿金，报答他们当年棒打姐妹俩赶出家门。好笑。除了海家人发来的信息，也有沈小军和张念生等关心他的人发来的关心信息。海童回复他们，他很好。简单的洗漱过后，换好了衣服，海童便走出房间，转入了厨房，给自家男人准备丰富又营养的早餐。感激战印对他的帮助及陪同，海童今天准备的早餐特别丰盛。战印从房里出来时，看到餐桌上摆了满满一桌子，他还问了句：“海童，你要请什么人来吃早餐吗？怎么做了这么多的？”“没有请客，就咱们俩吃的。”战印愣了愣后，随即笑了笑：“今天的太阳莫不是从西边升起来的？咱们的海大厨竟然给做了这么多好吃的。”海童一边摘下围裙，一边说道：“对，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。你起来的晚了点，没有看到那天下奇观，太可惜了。”战印被他俏皮的话语逗得一笑，笑过后便见他的俏皮妻子盯着他看，那眼神里有着惊艳。战印马上就绷起了俊脸，黑眸带着警告与海童对视。“战先生。”海童问他：“我能不能亲你一下？”他能不能要点脸？居然问一个男人这种问题。战先生笑起来很好看，让我心痒痒的，真想搂住战先生，狠狠地亲上几口。战印一脸黑线：“海童，你的脸呢？”“我的脸在这里呢。”海童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脸：“咱们是夫妻，我才说这样的话。话说，咱们是合法的夫妻，就算我亲你一下，也很正常吧？”闻言，战印本能的就拉开了几步的距离，他这个举动逗得海童哈哈的笑。战印有点恼羞成怒，就他会有这举动，还是拜他所赐。上次他就是突然摸了他的脸一把。见他笑得猖狂，战印来了气，他忽地几步跨上前去，抓住了正在笑的海童，把他往怀里一带，低头就堵住了他的嘴，只把他放肆的笑容都吞掉。海童的笑声倏然而止，他错愕地瞪大了眼，看着近在咫尺的俊颜。他笑得好看，他才会打趣他一句，知道他在男女之事上比他还要纯净，他便喜欢调侃他，压根没想到他反将了他一军，竟然付之行动，亲了他。战印也就是贴上了他的红唇，在他笑声止住后，他唯有伸长他的红唇，就赶紧松开了他，并把他推离自己的怀抱，手指一弹，弹在他的额头上，痛得他哎呦了一声。“嘚瑟过头了，是要遭报应的。”战印低哑地说了一句话，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在餐桌前坐下，淡定地吃他的早餐。海童，他摸了自己的嘴巴，又看着淡定地吃着早餐的丈夫，这到底是谁调戏谁啊？谁赢了呀？明显是他输了，他被吓得不轻啊！而他反败为胜，现在心情美丽的如同外面的太阳，
吃早餐也吃得津津有味的。原来男女之事，谁不要脸谁就赢了。哎，他呀还是道行差了点儿，被他反将一军。海童没有胆子真的去亲他一口，报复回来，只得悻悻地在他的对面坐下来，漂亮的大眼睛使劲地瞪着对面的男人。战印觉得好笑，他还以为他比他更有经验，能带着他呢，原来不比他好到哪里去。领证那天，他好像说过他有过一段感情，不过是7、8年前，那是他青春少年期的初恋吧。初恋一般都是清纯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其实和他一样，都是白纸一张。今天忽然做这么多好吃的，感谢我昨天帮了你的忙。明知故问，战印好心情的给他加了点吃的，说道：其实我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妻子，你丢脸了，我的脸也不会好看。当然，你知恩图报，我还是很开心的，有口福了。买车的钱不用再转给我了。战印话锋一转，回到了买车的事情上。海童不知道他的银行卡号，只能每天往他的微信上转账5万元，但战印不收。海童第一天晚上转给他的5万元，现在已经原路返回他的银行卡了。给你买车也是为了我的面子好看，我平时工作忙，偶尔也需要带着太太去应酬的。要是让人知道我太太还要骑辆随时都会断电跑不动的电瓶车，我的脸不好看。战印把送他一辆车当成了为自己面子好看，那不是你赔礼道歉的吗？海童反问他一句。战印多重意思，既然你送我一辆车，那今年你不用再给家用了。战印抬头看他2眼，没有应允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海童当他默认了，觉得自己这样做就不欠他的了，顿觉轻松很多。你奶奶那边暂时不用理他们，等他们撑不住了，自然会向你道歉的呀。还有你爸妈当年留下来的房子，你们姐妹俩去打官司，不能全部要回来，也要让他们折现给你们一半，占着你们的便宜，还要咬你们几口，这样的人不必心慈手软。要是战印出手，他是让海家一大家子以后连乞讨都困难重重的。这是海童的事，他便提点建议，怎么做还是海童自己抓主意。等我奶奶做完手术出院后，再打官司要回我爸妈的房子。战印嗯了一声，那毕竟是他的亲爷爷亲奶奶，他看在血缘关系的份上，始终是给那边留了点余地的。用过早餐后，海童进厨房里拿出了2个保温饭盒，对他说道：很多冻都没有冻过的，给你打包好，你带到公司，饿了就吃，免得浪费掉了。战印的脸顿时拉得老长的，觉得拎2个保温饭盒回公司，有失他占大总裁的身份。我现在已经吃饱了，不用再打包了。那我打包带到店里去，小军喜欢吃我做的早餐，还有念生也是。他上班时总会路过那里，等会我就发信息给他，叫他今天顺路过的时候进我的店里帮忙吃一点。以后他再也不大手笔的做一桌子的早餐了。听他提到张念生，哪怕知道他对张念生没有半点男女之情，战印都觉得不爽。他默了默后做出了牺牲，说道：给我吧，我二弟也和我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我给他带点过去，总好过便宜了张念生。以后就算要感谢我，也不要做这么多吃的，就咱俩又不是猪八戒，能吃多少？他倒是挺能吃的，但他今天准备的实在太多了，他胃口再好也吃不完那么多。是一晨吧？那你给他带去吧。海童对底下那8位小叔子都印象深刻，实在是他们都长得特别帅气，他想没有印象都不行。美丽的风景总是容易让人记住的。战印嗯了一声，打包好后，海童才收拾餐桌，洗好了碗筷后，他又转到阳台去，给他的花花草草浇花，赏赏今天盛放的鲜花，没有任何例外的拍下了9个弓，发到他的朋友圈去。战印以往是鲜少看朋友圈的，自从有了海童这个妻子后，他想着关注一下他的动态，也能更好的了解考察他这个人，所以每天都会看一下他的朋友圈动态。对于他每天都要拍下鲜花的9宫格，他也习惯了第一个看，就是他从来不点赞，然后不想让他知道他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动态。